记得大古公报私仇、暴躁指挥吗？阿婆与雷德尔感人至深，跨越星河的情感羁绊。故事开始于一场淡定哥的打戏拍摄啊，为什么叫他淡定哥啊？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遇到蓝皮怪，他是这种反应：你干什么？你很勇哦。于是蓝皮怪大手一挥，直接给这哥们绑架了。另一边，一个在夜跑的猛男眉头一皱，阿波巴斯再度现身，而这俩人一个比一个猛。来，你要干什么？快点让开！阿波巴斯恼羞成怒，好家伙，居然都不怕我！走你！猛男见状不跑不避，直接上去就是梆梆两下宇宙拳法，结果纯给做按摩，于是被阿波巴斯轻松几下撂倒。正当此时，另一个红色小天使雷德尔登场，但显然此时的他莫名虚弱，并不是阿波巴斯的对手。话分两头，这边黄金搭档正驾驶的德拉姆车调查失踪案，收到队长发来的目击者消息，于是直奔目的地。好巧不巧，正是之前被雷德尔救下来的超勇的男女党。猛男说对面好像更多的是试探他的实力，至于长相是个蓝皮怪，但女方说是红皮。最后总结就是一共俩异色精灵，经典的动漫红蓝男女主组合。镜头一转，小红雷德尔乖巧的坐在一位阿婆的房间里，盖着小毯子，烤着小暖炉，瑟瑟发抖。阿婆以为小红是玩 cosplay 的，刚从漫展迷路了，便让她当做自己家，然后二人就开始了加密通话。好家伙，阿婆全能听懂，并说出了那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没关系，没关系。是哪国人都没关系，是哪国人都没关系，多么朴实而又重若千斤的话呀！作为空巢的阿婆，用家里的所有好东西招待素昧平生的雷德尔，这种不分国界甚至世界的温暖，也使得他的心中在悄然地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把自己此行的任务也交代了出来。小红这个暖手手，什么时候看都觉得好可爱。但当阿婆准备关灯休息之时，雷德尔突然暴起，给阿婆下了个趔趄。婆婆摔这一下也给小红吓到了，当即表示抱歉，并让阿婆理解了自己怕黑的特质。至于胜利队那边，正对着灵魂化石的图片发愁，想着怎么救人。与此同时，阿波巴斯一个强手猎撸，又把抓来的一位壮丁摁在了奇怪的装置里。终于天亮了，但小红也离开了。人走茶凉，阿婆十分失落。但其实小红是去外面充电了，沐浴在阳光中，她又充满了趴瓦。基地此时也分析出了大概，估计是阿波巴斯只能在夜间活动。于是绝景说，只要把晚上活动白天睡懒觉的家伙抓起来，不就可以了吗？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明白啊，小时候看只是笑笑，现在不敢笑了。阿波巴斯竟是我自己。而此时的阿婆在买东西时，细心的店员发现她买的比平时多很多，便善意的提醒了一下，但阿婆却抱着期待全部买了下来。成群的鸽子全部飞走，只剩下这一只似乎照应了阿婆的孤独。高楼耸立，老人望着波光粼粼的河面出神，然后就有两个小 CS 的声音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这两个 Beyond 以为阿婆要跳河，还一直在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怂恿。阿婆相当生气，上去拍了一下这个小崽子，这货还仗着自己劲儿大猛推了老人一下，然后火花一闪，正道的光雷德尔登场。但绅士的他没有做得太过，而是优雅的将阿婆拉了起来。然而阿婆教育他不要使用暴力，任何时候都要注意这点，这也让小红的三观再一次得到重构。接下来就是第一人称骑着外星人的 VIP 体验，不仅非常拉风，阿婆也笑得很开心。正此时，邪恶的圣女队登场，直接枪指小红，两面包抄，这场面谁是反派就不用我说了吧。而显然小红也是受到了阿婆的影响，并没有过多反抗，但婆婆却站了出来给雷德尔辩护。接下来几人不约而同的听到有人在说话，结果是小红会类似于心灵感应的强大能力，能直接和大伙的脑子对话。原来小红雷德尔和蓝皮怪阿波巴斯都是斯坦德尔星人，本来日夜各一半，但阿波巴斯一族企图控制所有，因此在宇宙中寻找能替他们白天作战的生物啊！想道理，这里依然建议去一个叫光之国的点，那边可是个福地呀。于是大伙便开始苦思对策。老婆婆发挥昭和遗风，老婆婆，你干嘛打我？大古灵机一动，好基友星辰立刻心领神会。大伙准备一起做戏给阿波巴斯看。卑鄙的地球人呐！夕阳西下，三人在屋子里便开始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可可爱爱的小红三人组通过电视了解今晚的作战，绝景则是保护这两位。最搞笑的是阿波巴斯的故事甚至能医学奇迹，直接让抢游戏的两位瞬间兄友弟恭，美满和睦。拿去吧。没关系，哥哥你打吧。你打吧。没帮助，兄弟。至于演戏的那几位已经开始了，为了最大化吸引阿波巴斯，王牌组合直接给宗方上了强度。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呐，我眼中回忆里多少带点思绪。一转眼，结果二人不见了。而阿婆那边，绝景刚洗完澡，小红居然不见了。原来他来地球的目的也是能够召集为他们夜晚作战的士兵，但通过这些日子，他明白了一件比任务更重要的事：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而阿婆即便知道小红夜晚很难作战，但面对他的决议，老人选
选择了坚定不移的支持。也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阿婆已经将雷德尔当成了自己孩子般的存在。另一边，阿伯巴斯看出了大古的不一般，发出了签约邀请，但是被大古严词拒绝。赶过来的雷德尔因为夜晚的原因，实力完全不能与阿伯巴斯抗衡，也就未能阻止他的进一步行动。而雷德尔也承诺自己会救援被绑架的人类，也让大古可以放心去战斗了。这集的打斗也非常的有设计感，直接用一种虚实结合的过渡剪辑开始了战斗角度的切换，视角也是非常罕见的采用了俯瞰的角度，后面这几下定格也是相当的有镜头画面感。印象中也是第一回采用这种拍摄手法，可以看得出主创团队们也是在想方设法变着法儿的给观众新奇的观看体验。此时大古回忆起了阿伯巴斯惧怕光线的弱点，于是便使出了新技能特殊计时器闪光。虽然迪迦身体被掏空，但是效果显著。阿伯巴斯最终化为了一滩液体，和草加雅人见面去了。而被绑架的众人也在雷德尔的帮助下尽数被解救。而后赶来的阿婆与小红进行了最后的道别。这样啊，这么说你要回去了？这里有个有意思的细节，大古正常的叫阿婆，但是阿婆打趣他这么叫没礼貌，大概率就是雷德尔把迪迦的真相告诉了婆婆。伴随着纷飞的大雪，这场短暂而深刻跨越星球的美好情感，或许会永远的留存于雷德尔与阿婆的心中。回顾第17集红与蓝的决战，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主线就是现在看来也依旧非常火热的空巢老人问题。这集更是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前后一部分人们的最真实的写照。至于暗线那边是种族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蓝色皮肤红眼的阿伯巴斯与红色皮肤蓝眼的雷德尔，设计元素充满了对立统一的语言。但相比这些尖锐的问题，迪迦所展现出的更多是沁人心脾的温情表达。不论是充满暖意的短暂家庭生活，还是雷德尔与阿婆之间的双向救赎，何时再看依然令人动容。阿婆在雷德尔这里短暂的忘却了名为孤独的怪物，而雷德尔也在阿婆的影响下明白了所谓比任务更加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以阿婆为代表的人类所独有的温情。这种力量一次次的让雷德尔感到侧目，这种爱不分国界与人种。或许多年以后，遥望着地球的雷德尔也还是会想到，在那个寒冷的冬夜中并不宽敞但却异常温暖的小屋，对于那时的自己而言是何等的救赎。点赞关注，博主带你回味各种童年细糠，我们迪迦下集再见喽。